看到萌兰主动拥抱发姑奶爸，才发现父子俩的感情有多让人感动。要知道萌儿的占有欲很强，当他发现自己的奶爸抱起其他小熊时，一向懂事的萌兰立马化身小醋精，直接爬到对方身上做标记。平日里只要发姑奶爸多看一眼其他小熊，宝贝为争宠恨不得有800个心眼子，甚至还将对方紧紧抱在怀里。奶爸眼前乌黑一片，哪还顾得上偷看？这时候的萌兰正是长身体的年纪，相比整天抱着盆盆奶干饭的庆大，宝贝的注意力完全在饲养员身上。这小子总是一股劲的往奶爸身上窜，即便对方只是看一下庆大，萌儿也要抱着发姑的脑壳撒娇，就连奶爸都被自己的好蛋儿整无语了。哎呀，真头上。萌兰之所以时时刻刻黏着发姑奶爸，还是因为对方的偏爱。毕竟奶爸带过这么多小熊，唯独萌儿是他心中的白月光。不仅将亲手养大的好蛋儿纹在手臂上，手机相册里也全是萌兰的身影。虽然父子俩相处的时间很短，可奶爸让萌兰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小熊，主打的就是一个能抱着绝不放手。早已胖成小猪的萌儿连下班都不用动弹。这天，萌兰委屈巴巴地躲在小角落，发姑奶爸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还拿着对方最爱的盆盆奶来哄孩子。可心情不好的萌儿还是无动于衷。奶爸看到后心疼万分，只能不断抚摸好蛋儿的脑瓜安慰着他，到最后还直接抱着宝贝回家。当发姑奶爸拿着掉猫干投喂时，听到萌儿的哼唧声后，一向偏心的他直接将果果递到孩子嘴边，这一举动直接气得滚滚的内火。只能说萌兰在奶爸心中的地位不一般，只可惜父子俩没多久便要分开。萌儿升班前的最后一天，奶爸的情绪是肉眼可见的低落。聪明的萌兰轻轻抓住对方的手不放，直到发姑奶爸从萌兰的身边离开时，这小子还死死拽住对方的衣角，像是在说奶爸你能陪我再玩一回吗？然而他们分开后依然深爱着对方。当发姑奶爸来看望思念已久的孩子时，萌兰激动到扒着门不肯吃饭。这小子只是在目不转睛盯着对方看，发姑只能假装离开让宝贝去干饭。可萌儿舍不得对方一直在门口徘徊，奶爸看到后再也藏不住爱意，直接冲进内场和好蛋儿见面。没想到熊猫和饲养员的感情这么令人感动。虽然如今的父子俩很难相见，但相信萌兰和发姑奶爸都不会忘记对方的存在。原来时刻关注福宝的不止江宋2位爷爷，接生福猪猪的吴奶爸对他也是满屏的爱。我有一种吾家有女初长成的自豪感，也不知道哪只男熊未来能够陪伴我们家福猪猪。很多人只知道福宝在韩期间有2位将他宠上天的爷爷，却不知道吴奶爸可是当年的接生婆。爱宝分娩生产时，吴奶爸率先冲进产房，因此第一个抱到福宝的就是他。之后也是奶爸带小家伙做的体检，而福猪猪出生没多久，后背就长满透明状的湿疹，甚至在15天日龄的时候就已经睁眼。要知道其他小熊睁眼至少40日，因此这对福宝的发育和健康有很大影响。经验不足的江宋爷爷束手无策，还是吴奶爸多日以来细心照顾。为治好孩子的问题，立马和国内专家联系，宝贝这才康复如初。如今长成200多斤的福猪猪。如今福宝回国后，虽然是曾文奶爸一直在照顾，但吴奶爸也没有忘记他的福猪猪，已经想象到福宝未来谈恋爱时，身为老父亲的吴奶爸在一旁把关的样子。不仅如此，作为最强接生婆，吴奶爸从2012年就开始照顾大熊猫，不仅有10多年工作经验，还接生过100多只熊猫以及育幼工作。俄罗斯的喀秋莎出生时就是他负责接生的，当时刚刚生产完的丁丁攻击性极强，也是他不顾危险近身照顾，并耐心传授大鹅饲养员们经验，还一步步亲手指导喀秋莎的体检工作。另外，香香公主也是吴凯奶爸接生的，或许是为了观察宝贝的情况，他经常守护在内舍门口，大半夜也不肯离开。别看吴奶爸低调，鲜少有人知道，可平日里只要有熊猫怀孕，第一个冲上前去接生的永远是他。即便如今没有刚生下的小熊需要奶爸照顾，吴凯奶爸也不闲着，还去康养区照顾老年大熊猫。30多岁高龄的高高就由他照顾，如今的宝贝童颜依旧，奶萌的样子一点都看不出他早就当老爷了。吴奶爸还向网友们介绍高高的近况。儿子的话，就现在他因为处在老年阶段，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他吃东西的时候都是蹲着的，所以他有这种关节炎。哦，这样子啊。除此之外，高高的内设场地也铺满竹子，难怪都说有一种恶是奶爸觉得你。要知道滚滚们都是在非展区养老，因此还是有部分网友担心。还好有吴奶爸能认真照顾这里的熊猫。看到刚生产完的星星回应奶爸，才发现熊猫和饲养员从来都是双向信任。星星，走好，来，走好。尽管星星怀里还抱着孩子，可他听到奶爸的声音后，还是会扭着身子，满脸深情注视着对方。星星这次生产并不是一帆风顺，宝贝生产前大出血，直到第2天凌晨才艰难生下宝宝。而星星第一时间将幼崽含在嘴里，此时的他身上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幸运的是，奶爸将孩子带去检查后，发现小家伙身体健康。陈奶爸担心星星思念熊猫宝宝，检查结束后就立马将幼崽还给对方。至此之后，星星就一直抱着孩子，整整2天2夜不吃不喝也不肯放手。
奶爸看到后担心万分，只能采摘一些新鲜竹叶给闺女补充营养。因为她在坐月子，所以要照顾得好一点，吃的都是新鲜刚从园区周边刚捡的那种竹子。然而细心的陈奶爸还担心星星拿食物时会不小心划伤幼崽，于是拿给对方每一根竹子都是他亲自挑选并去掉尖刺，就连嫩笋都被奶爸砍成小块。为了让坐月子期间没食欲的星星多吃几口，陈奶爸冒着被攻击的风险，也要拿着食物去内舍近身投喂闺女。奶爸的这一声呼喊直接把星星叫了起来，宝贝立马旋转着身体回应。看到对方递来的食物会本想拒绝，但一想到陈奶爸辛辛苦苦帮自己采摘，一向懂事的他不愿辜负对方的美意。之前不吃不喝的他竟然抱着竹笋大快朵颐，而老陈一根又一根塞给闺女，想必他脸上早就露出了笑容。好不容易吃饱喝足的星星，终于在饭后眯了一会。奶爸看着宝贝闺女乖乖的睡眼，一想到宝贝72小时没合眼就心疼万分。真的，他们这么辛苦的话，我们要去更加的仔细，更加无微不至的去关心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他给你一个眼神，你就要能体会到他需要什么。然而10多天过去后，幼崽的身上已经长出细小的绒毛，而星星还是像以前那般小心，不仅时刻将自己的孩子抱在怀里，还时不时的舔着对方，导致小家伙还没满月就成了粉红小熊。等到熊猫宝贝再次体检时已经满月，只见奶爸小心翼翼抱着孩子，得知幼崽一切正常后，终于松了一口气，相信星星和幼崽都能幸福快乐，毕竟还有陈奶爸这位用心负责的饲养员。直到看见萌兰倒挂金钩给游客打招呼，才明白他为什么是两脚兽的梦中情熊。只见萌儿一头扎进树杈中，灵活扭动着自己的小蛮腰和双腿，给窗外的粉丝朋友们打招呼，这动作像极了门口迎客的充气玩具。只能说萌兰为哄两脚兽可是费尽了心思。作为应该读北大的小熊，萌儿凭借美貌和整活技能，将粉丝们拿捏得死死的。这小子动不动就拿竹子投喂粉丝，因为在萌儿的世界观里，投喂竹子就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并且萌兰很喜欢和两脚兽们互动，近距离贴贴早已是常态。他甚至还会配合对方的镜头，动不动爬到玻璃窗边来回巡场。萌儿表示每个姨姨都要照顾到位，就连炎热酷暑的天气也挡不住他的宠粉之心。这小子宁愿不宠空调飞，也得趴到窗户边和粉丝们互动，即使他处于排年期不舒服时，依然会用最好的状态迎接粉丝。这天萌兰精神萎靡趴在木架上，即使他疼得已经龇牙咧嘴，但还是会时不时的抬头望向粉丝，本想休息一下缓解疼痛，不过看到自己的真爱粉之后，萌儿立马转身配合姨姨们拍照，不仅故作轻松的凹霸气造型，还摇头晃脑的摇手手哄粉丝开心。萌兰前段时间不幸划伤手掌，当她发现自己流血后，依旧是不吵不闹坚持营业，直到奶爸发现后她才肯回去治疗。然而就在她痊愈后的第2天，萌儿为了不让姨姨们担心自己，还特意爬到小树杈上表演劈叉。三太子对粉丝们极为宠爱，他对饲养员更是加倍的好。当萌兰坐在门口低头吃笋时，老爷看到大外孙如此可爱，忍不住伸手想摸一下他的鼻子，只可惜一开始没有碰到。贴心的萌儿察觉到后，立马把鼻子凑过去让奶爸摸。这样的小熊谁看了不心软软？一次萌兰趴在玩具上愣神，但看到最爱的季奶爸前来串门，这小子立马飞奔过去打招呼，甚至还翻滚卖萌逗奶爸开心。一般来说成年熊猫不喜欢触碰，可萌儿即使已经8岁了，但他还是任由奶爸奶妈的上下其手，就算自己被揪耳朵都不会生气，还会开心的扭头和对方互动。萌儿如此治愈又暖心，总凭借那份善意融化两脚兽的心。虽然他不会讲人类的语言，但此刻却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一切。萌兰真不愧是那个阳光暖心大男孩，这绝对是谭爷爷带过最差的一季，也是熊猫圈无可超越的顶流天团。韭菜花叶也被称为女明星和3个土匪，而花花无疑是组合中的颜值担当。宝宝花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靠着一张狐狸小脸咔咔乱杀，又凭借短胖炸毛的煤气罐身材，从一众滚滚中脱颖而出，从远处看像极了一块3角饭团。可即使花花再顾美貌，还是免不了被小伙伴夺笋，尤其是干饭大王润月，因为他平时不是在抢竹笋，就是在蒸小苹果的路上。饭嫂帮公司一眼看中二狗的情谊，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干饭千金。谭爷爷都不敢给女明星喂太多，生怕二狗被撑死，甚至二狗为了吃独食有800个心眼子。当奶爸在门口喂小零食，机智的润月观察到后，趁着姐姐放松警惕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将艾灸关到小房间。虽然二狗经常翻脸不认熊，但在不干饭的时候，和小伙伴还是相亲相爱一家人。他会经常找大姐艾灸贴贴，粘在对方身上，似乎一刻也不想分开。虽然二狗经常会欺负花花，但看到妹妹爬不上树也会热情教她。只见他手脚并用给妹妹演示一遍，还大手一挥让妹妹大胆上去。看到对方还是胆小不敢上去，
润月非但没有生气，竟然还一遍遍耐心的去教。而艾九是组合的大姐大，平时极为宠溺花花和小叶子，即使自己体型较大，战斗力强，但是却对他俩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就算自己趴在木墩上美滋滋睡觉时，被调皮任性的花花前来捣乱，艾九也释然一动不动，任由宝宝花对自己又咬又打。久而久之，让花花对大姐姐很是依赖。她每看到艾九，都会一脸笑眯眯的跑过去，来到对方身边，还嗷呜咬上一口。花花是组合的小团宠，弟弟荷叶却是个熊来疯。这小子经常跟在姐姐屁股后面玩，花宝鸡就连拉个青团也得偷偷摸摸躲着臭弟弟，生怕对方闪现给自己一记泰山压顶。当花花乖乖做着营业之时，叶子也会趁姐姐不备突然袭击。只见女明星被弟弟的雄扑重重摔倒在地，直接倒地不起。捣蛋的叶子还觊觎姐姐的食物，花花哪能想到自己嘴里也得被弟弟从另一端拽走。弱小无助的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竹子被荷叶带树上去。不过谁家没有个调皮弟弟呢？小叶子不发疯的时候还是很正常的。当他看到刚下体育课的姐姐很累，一向吵闹的叶子非但没有捣乱，还让对方躺在自己怀里安心休息，甚至因为太过喜欢姐姐，还会捧着花花脸盘子猛亲一口。看来姐弟俩的感情也是相当不错。虽然如今韭菜和花叶已经分开，但相信他们的感情还是始终如一。看到萌兰将仅有的2根竹笋让给妹妹们，才明白阳光少年们儿有多暖心。这天，萌兰和萌玉萌宝聊天时，无意间发现铁丝网上竟有美味竹笋。看到只有2根笋笋后，萌兰毫不犹豫决定让给萌玉萌宝吃。只见萌兰示意着萌玉赶紧拿笋，一开始妹妹还不敢相信，直到这小子趴到她身边百般劝说，萌玉这才爬上铁丝网一把拿下来，然后抱着笋笋大快朵颐起来。萌儿看到萌宝还没意识到，于是又爬到铁丝网上确认好位置后才喊妹妹。萌宝听到后立马转身爬上去拿笋。此时的萌兰看到2个妹妹都吃上了，这才心满意足的转身默默离开。然而不仅在妹妹面前是个好哥哥，萌儿从小就是大暖男一枚，重情义的他非常珍惜身边好兄弟，尤其是庆大庆小2个小伙伴，他们仨又被称为斧头山铁三角。当萌兰还是圆滚滚的奶团子时，看到刚长出黑白背心的2兄弟，萌儿脸都快笑烂了，这副表情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偷孩子。等到庆大庆小长大稍大一些后，3小只终于可以一起玩耍，年长一些的萌兰自觉成了大哥。当庆小睡觉时闹腾着四处观望时，萌兰会伸手轻轻抱着对方，甚至还学妈妈的样子，安抚着没有安全感的弟弟，并且萌兰也会罩着2个弟弟。这天庆小刚要爬树，就被金玉二话不说给拽下来，甚至还摔了个4脚朝天。之后庆小又去木架上休息，结果又被金傲一把推下去，屡屡受欺负的他躺在地上直接怀疑熊生。然而萌兰得知此事后，二话不说就冲上前为弟弟报仇。只见萌儿抓着金运直接开打，没几个回合就将对方拽下了树。怒气冲天的他从战五扎秒变噬铁兽。看到萌兰如此重情义，庆小也自愿当起大哥的马仔，动不动就给萌兰一套马杀鸡服，把他都舒服的哼哼唧唧。或许是因为萌儿待朋友们真诚，小伙伴们也都对他特别好。有段时间萌兰饱受骨髓炎困扰，被基地带去治疗一段时间后才回来。小伙伴们看到后许久未见的萌儿，立马热情的上前和好朋友贴贴，从萌儿的笑脸就可以看出来，此时被小伙伴贴贴的他有多开心。只能说大熊猫间的友情远比人类想象的还要真挚，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却用行动表达着爱意。原来成大摆烂是带娃是调侃，这位虫洞女王才是真的懒出天际。成大带娃活着就好，更多时候只是网友们玩梗。成大妈妈其实母性更强，照顾孩子也有一套。她的女儿成浪出生时体重比鸡蛋还轻，在成大的照顾下健康长大，身体倍棒，并且成大不仅带自己的娃，在外场还经常一拖三，闺蜜们的孩子也都被她照顾得很好。相较之下，兰香才是真正的摆烂。兰贵妃坐月子的时候需要3个月嫂伺候，2个负责扶着熊猫仔仔喝奶，另一个充当她的包笋小弟。明明旁边有一堆竹子，兰香却连手都不愿意伸一下，只会张大嘴等着金牌月嫂投喂。刚吃完一口就立马张大嘴示意，仿佛在说抓紧给贵妃上菜。即使饲养员心里很无语，但还是乖乖将笋笋炫到兰香的嘴里，这堪比皇室贵妃的坐月子生活。难怪馆长都忍不住发文吐槽，我也是服了，别的宝妈都是把孩子捧在手心宠爱，而兰贵妃却不一样。当其他的熊猫妈妈在内舍照顾孩子时，来去自如的兰香早就去外场遛弯，甚至到天黑她也不愿意回家。隔壁的盲仔早就奶完娃进入梦乡，兰香和闺蜜们搓了一夜的麻将后，这才淡定自如慢悠悠走来。看到深更半夜回家的兰香，替她奶孩子的馆长气不打一处来，又忍不住在网上发文控诉，你看看深更半夜才回来说你啥好。不过兰香也有为数不多的母爱时刻，这张辣妈单手抱娃图就是最好的证明。但这份温馨仅仅停留了一瞬间，下一秒她就中心想这娃我是1秒也不想带。而帮宝宝排便这件事，本来需要熊猫妈妈要全权负责，可与众不同的兰贵妃一心只想出去玩。只见她敷衍的舔了一口，然后可怜巴巴的看了一眼奶爸，只能说带娃真的是难倒咱们的虫洞女王。要知道熊猫妈妈很喜欢给娃舔，
唾液沾到孩子身上就成了粉红色，比如说红毛贵公主人，或者是波巴公主福宝，还有粉粉的日剧女主形象。但虫洞女王的孩子却截然相反，都是清一色黑白相间的毛发。蓝香的仔仔鱼宝鱼贝和梁月在一起时，就能鲜明的看出他们老妈之间的差距。如此敷衍的带娃和惬意的月子生活，看来蓝香都绝对不会产后抑郁。爱宝一家韩语10级实锤了，个个都是顶级聪明的小熊精。这天调皮的瑞宝竟盯上了爷爷的相机，只见好奇宝宝左看看右看看，还用嘴筒子拱个不停。无奈之下，江爷爷只好求助爱宝。 내려가 물고 가자. 저기 물고 가고 있어. 물고 가. 야, 물었다. 엄마는 할아버지만 잘 믿는다고. 엄마는 할아버지만 잘 믿는다고. 옳지. 只见艾女士一边教训着闺女，一边将对方挪开江爸的视线。瑞宝在老妈庞大的身躯压制下动弹不得。实际上，爱宝能听懂韩语早就有所体现。 聪明的他甚至还能做到事事有疑。当艾女士背对着摄像机吃饭时，宋爸一句话就让她乖乖转身。여기도 한번 봐주세요. 옳지, 아이 이뻐라. 当爱宝趴在门中间时，江爷爷想打扫卫生，只好让闺女离开。艾女士听懂后，立刻乖乖起身。爱宝，而福宝作为数一数二的小熊精，自然能遗传到老妈的语言天赋。当江爷爷夸火花孙女时，韩语10级的福猪猪听到后瞬间转头，连小眼睛都变得亮了。이뻐. 오빠는 왜 이렇게 대나무 이쁘게 먹는 거야? 这天福宝刚吃完饭就爬树，江爷爷看到后赶忙呼喊大孙女。오빠, 에이. 没想到小福同学听到爷爷的声音后，立马探出脑袋耐心听对方讲话。前段时间艾女士坐月子时，一开始201住户大声喧哗，宋爷爷只好去隔壁善意提醒。而福宝听到后立马变得蹑手蹑脚，生怕打扰到妈妈休息。 오빠, 지금 엄마가 좀 조용히 지내야 되는 시기니까 이렇게 소란 피우지 말고 얌전히. 同样扶猪猪的便宜老爸乐宝，语言天赋技能也是直接拉满。 편하게 자. 当江爷爷不小心吵醒正在睡觉的乐宝时，不满的他狂飙韩语思密达味相当浓厚。 침대도 못 쓰고 만들어서 내가 재밌잖아. 편하게 자지. 本以为这一家3口会韩语已经很厉害，没想到刚出生100多天的小家伙也自带语言天赋技能。因为双胞胎姐妹总是打架，瑞宝还老是动不动狗叫吓唬妹妹，和事佬的江爷爷只好教他们友好交流。 오랜만에 만나서 반가워. 이렇게 인사하는 거야. 不料对方听到后直接瞪了江爷爷一眼，像是在说我就不打招呼咋地。只能说宝家族都是智商超群的熊猫，真担心他们回国后一张嘴就是欧巴。陈圆润女士都抱上3胎小熊了，金虎和萌兰这对黄金单身汉什么时候能有后代？最近不仅成都基地经常晒3狗，别的基地也在逐一官宣2023届新生小熊。 然而都已经8岁的萌兰还是没有一点动力，对此不少亲妈粉都开始替他着急。要知道萌儿不仅长得帅、性格活泼，还懂得照顾人、体贴入微，甚至时不时整活逗乐2脚兽。况且还凭本事成为北洞的大股东，有钱有颜，还有铁饭碗。这些优点估计放了婚恋市场上必然是抢手货。然而这小子啥都会，就是不会撩妹，一心一意只专注于搞事业，每天都琢磨着把北洞干上市。虽然已经8岁多，但还是一点不开窍。据亲妈粉所说，萌兰还担心被老婆抢走，因为他沉迷干饭。 他并不想找女朋友，他还怕女的跟他抢吃的呢。不过这也只是网友们的调侃。萌兰之所以被判无期徒刑，还得追溯到上辈子。妈妈萌萌出身于大家族，姥姥英英更是有名的功勋熊猫，况且还有个情场浪子的老爹美兰，这就导致萌兰的身边熊都是亲戚。于是萌儿只能成为阳光开朗大男孩。然而萌兰的舅舅也拥有一样的熊生，都说外甥像舅，没想到金虎的桃花源也和萌儿如此相似。 胡子同样是身材颜值逆天，但还是母胎 solo 13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龄圣雄。胡子第一次订婚就惨遭诈骗，本以为和银行家的大小姐是天作之合，却在洞房前被告知老婆变哥们，普普被弄错性别，其实是个男熊，这让金虎一度成为熊猫圈的笑话。之后又和小姨飞云做邻居，更是让他见识到母老虎的可怕。有着金刚芭比之称的飞云，动不动就打侄子练手，胡子经常被胖揍得灰头土脸。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让他逐渐对女熊失去了兴趣。
不过独自一雄的金虎孤单的很，奶妈看到后只能唠嗑安慰他。金虎，不要忧伤啊。不是所有的熊都有媳妇儿，就你没有。只见金虎还是一副黯然神伤的模样，实在看不下去的奶妈，前几天又给胡子张罗婚事，还特意把照片交给月亮的奶妈。对方刚拿出金虎的帅照，就把月亮给吓得瞪大双眼。金虎喜欢吗？眼睛瞪大了，眼睛瞪大了，不要！没想到人家小女熊压根没瞧得上他，多年征婚一直未果。难怪这小子从此封心所爱，估计别的男熊抢老婆 PK 梗交时，这对难就难生还在比整活。网友们还知道哪些黄金单身汉呢？原来辉宝才是宝家族最不好惹的存在，竟然一记铁砂掌拍飞姐姐瑞宝。这天瑞宝恰好从妹妹身旁路过，没曾想暴脾气的辉宝突然看他不顺眼，对着姐姐就是一顿毛拳头伺候，像是在说别动了，一天天的烦死熊。仔细看艾女士身上还有一撮锅巴色号的黄毛，很难不让人怀疑目中无熊的小灰灰与姐姐切磋武艺时从她身上咬下来的，并且2小只的风波暂时还没结束。没一会他们就趁着老妈不在厮打起来。从体重上占优势的辉宝直接一记泰山压顶把姐姐按地上揍，被压制住的瑞宝毫无还手之力。江爷爷看到后都忍不住打抱不平。哪曾想这位大将种听到后，直接用自己的佛山无影脚踹个不停。弱小可怜且无助的瑞瑞只好蹬着小脚丫向爷爷求救。终于看不下去的老姜一把将调皮的孙女辉宝拽了下来。而辉宝之所以对着姐姐大打出手，或许是为了爷爷争风吃醋。前几天宋宝喂瑞宝喝奶，恰好被他看到爷爷是个中央空调，他心里窝火，表示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孙女吗？于是辉宝迈着坚定的步伐走来，就连眼神里也流露出了些许杀气。宋爷爷也感受到一丝寒意，扭头看了一看，还把他吓了一跳。吃醋的灰灰扒拉着对方的裤子，也想要躺在爷爷的怀里喝奶，可惜专注喂奶的宋侍卫不为所动。暴脾气的辉宝急得直跺脚，只见他用毛拳头重重拍地，用无声的愤怒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之后更是发了疯似的上手，使劲扒拉着宋爷爷和姐姐。只能说这小家伙每天都有着浑身使不完的牛劲儿，刚争风吃醋没多久，又和姐姐练起了摔跤。毫无疑问，占下风的又是瑞宝。宋爷爷看到后只好劝架，却没想到小孙女还言辞拒绝自己。还记得辉宝以前相比姐姐可安静的很，曾几何时他却成了最不好惹的人。最近这小家伙还经常偷溜到福宝姐姐门口，想必是想要找大姐取经，毕竟自己调皮程度跟福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出了外场后免不了被老妈一顿收拾，现在问问姐姐，没准到时候还能跑快点。只能说照着架势，辉宝未来将是妥妥的盼的2号。希望瑞宝能一如既往温柔，让老母亲爱宝能够喘口气。眼前这一滩熊猫，就是星星产房今年展出的最扁的仔，脸蛋又圆又扁又炸毛，因此网络姨姨们亲切喊他小鳌拜。小家伙从侧面看，嘴筒子尖尖的，像极了女明星花花的狐狸嘴，还拥有梅兰肉肉同款的16:9宽屏大脸，能集齐了2大顶流美女的优点。看来小鳌拜是妥妥的天选顶流。他的体型也是这届宝宝中最大的，不过目前来看还是个孤勇者，每天像划水似的在草地上练习走路。看来小鳌拜也有着战五渣的属性，小年纪就拥有战五渣、花花和肉肉这3大终极属性，因此也被粉丝们称为五花肉。虽然小家伙的4肢还不太协调，但他的好奇心却相当旺盛，总喜欢孤勇着身子去探索世界。只是无论怎样努力，还是停留在原地。小鳌拜索性直接往地上一躺，开启晒太阳摆烂的惬意熊声。这滑稽样子成功把游客们给逗笑了，毕竟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扁的熊比。那个女人看到如此可爱的糯米团子后，终究还是忍不住再次出手。小鳌拜的初吻就这样被美奶妈夺走了。第2位熊猫就是小灰灰，这位灰色憨憨熊有着与众不同的毛发，再搭配上呱里呱气的小眼神，像极了皮大衣吊色版的陈荷叶。不同于战五渣属性的小鳌拜，小灰灰虽然体型较小，但早已不是孤勇者。然而他不仅学会了走路，最近还解锁了新技能。谁能想到这小子竟然在尝试着爬树，甚至还能和空气斗智斗勇，动不动就对着小草一顿咆哮。看来小灰灰有望成为23级的老大。第3位就是新晋甜妹，标准的小鸟眼圈，可爱到爆炸，不过总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这简直就是迷你版的金宵，一看就是招美和娄阿宝的娃。跟前面活泼好动的俩小子不同，小金宵性格安静内向，每次到了外场，他都喜欢趴在粉色的小毛毯上晒太阳，因此网友们大多数是平坦师兄。或许是因为不活动睡多了，导致这小家伙如今还不会翻身，一不小心倒地不起后，还得挥舞着找撒娇让奶妈帮忙。并且小金宵还是个嘤嘤怪，当看到两脚兽的时候，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他，睁着大大的眼睛边爬边叫。他们小年纪就被两脚兽围观，看来以后绝对能成为圈中顶流。
阳光开朗大男孩萌兰竟是超级妹控，宁愿不吃竹子也要找萌玉萌宝聊天。这天萌儿正坐在铁丝网前，大口大口品尝着美味的竹子。就在这时，萌兰突然听到妹妹的声音，激动的她一把丢下最爱的竹子，立马转过身趴在铁网上跟妹妹聊天。作为萌氏家族的宠妹狂魔，萌儿对萌宝萌玉的好可是有目共睹。每当自己院子里有什么新鲜玩具，萌兰都会第一时间送给2个妹妹。这天萌儿刚到外场，突然发现木架上挂了个布麻袋，聪明的她轻轻松松就拿了下来。只见她先是抱着麻袋玩了一会，觉得新玩具很有意思后，又急忙跑去隔壁和妹妹分享，担心萌玉萌宝看不到，萌兰就双手托着麻袋努力的高高举起。2个妹妹一脸兴奋得看着3个。萌儿看到对方喜欢，迫不及待想把新玩具送给妹妹，可隔着铁丝网费了半天劲都无济于事。无奈的萌兰只好叼着布麻袋向萌宝萌玉展示玩具的新玩法。萌儿就像人间温暖的小太阳，她的阳光灿烂好似能柔和世间一切。更重要的是，暖心治愈的萌兰懂得分享，从小粉珠到大黄球再到小黄车，自己的玩具她从来不吝啬，都会大方的分享给妹妹，哪怕最喜欢吃的竹子，萌兰也会毫不犹豫相送。只见隔开的铁丝网上全是她插的竹子，宁愿自己少吃点，萌儿也要善良的分享出去，生怕2个妹妹吃不饱饿肚子。可以说铁丝网或许是萌兰最喜欢的地方，萌儿经常会趴在那里等妹妹找自己玩。看到萌宝前来陪她聊天，萌兰直接激动的摇头晃脑咬手手，甚至还站起来想要标记上萌宝。即使隔着一层屏障也挡不住深深的兄妹情。偶尔萌玉萌宝会在院里大打出手，萌兰得知后就会立马赶来，然后趴在栅栏上抓耳挠腮急得不行，恨不得翻过这道铁丝网冲进去劝架。姐妹俩虽然不打了，但还在生彼此的气，就连吃竹子也隔着几米远，主打的就是一个谁也不理谁。细心的萌兰察觉到后，就会拿来轮胎来哄2个妹妹开心。只见她努力叼来轮胎来到窗口，还呼唤萌玉萌宝快来欣赏。可惜的是萌兰的脑袋太大，尝试了好多次也没能钻进轮胎。为了逗笑妹妹，她竟不顾钻不出来的风险，一个使劲将自己的大头放进轮胎里。萌玉萌宝看到后烦恼瞬间荡然无存，姐妹俩握手言和又成了好闺蜜。果然萌儿就是世间最美好善良的小熊，原来瑞宝才是最会撒娇的小甜妹。妈宝女看向艾女士的眼神里写满了崇拜。只见瑞瑞独自开朗中睁着扑闪扑闪的大眼睛，化身丁丁怪直勾勾看着美丽的爱宝。被艾女士美貌迷晕的她忍不住咧嘴笑，心想我有全世界最漂亮的妈妈。能看出瑞宝真的好喜欢爱宝，可以说只要大妹和妈妈在一起，脸上永远洋溢着甜甜的笑容。爱宝走到哪，瑞宝就跟到哪，直接成了老妈的跟屁虫，主打的就是一个形影不离。即使艾女士就在隔壁房间吃饭，看不见妈妈的瑞宝也要开始寻找对方。最后终于发现艾女士的身影后，瑞宝满心欢喜的立马过去和妈妈贴贴。就连爱宝睡美容觉时，满心满眼都是妈妈的瑞宝也要凑热闹。只见小家伙捧着爱宝妈妈的大脸盘，心想你的脸也太好看了吧。有时看到妈妈抱着妹妹辉宝睡觉，吃醋的瑞宝还会上前争夺母爱。只见小家伙努力钻进爱宝怀里，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妹妹给挤出去。这天辉宝沉浸在竹子的海洋中，老妈看到食物被糟蹋后立马制止，一旁的瑞宝也学着妈妈的样子吓唬妹妹。作为妈宝女，当然要和爱宝统一战线。然而瑞宝不仅喜欢找妈妈贴贴，在爷爷面前同样是个粘人的小熊精。只见小家伙洋溢着甜甜的微笑，朝着爷爷跌跌撞撞的走来，没一会就要钻进对方的怀里，将爷爷为逗孙女还一个劲躲开。不过百折不挠的瑞宝却紧跟着步伐，简直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爷爷本想让瑞宝陪妹妹玩，结果没一会他又跑来暴风撒娇，小家伙抓着爷爷的手臂不肯松开，还躺在对方的怀里腻歪，连一旁的辉宝都看不下去了。每次看到爷爷来，瑞宝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对方面前，相较之下辉宝就显得有些独立和冷漠，独自一雄探索奇妙世界，而瑞宝却牢牢扒着栏杆看着江爷爷。即使对方去别的位置打扫卫生时，瑞宝也会寸步不离跟上爷爷的步伐。明明瑞宝辉宝是双胞胎，如今看来性格上却是截然相反。废头子妹妹整天调皮捣蛋，干饭干架两不误，而瑞瑞的脑袋里都是妈妈和爷爷，妈宝女和社会熊的组合，像极了虫洞可可爱爱那对兄妹。不知道未来爱宝乐园会是什么样的画风呢？偷笋小熊金福宝又去打野了，财阀小公主翻墙越狱的本领丝毫不逊色萌兰。只见福猪猪熊熊碎碎翘起小脚，轻车熟路的翻过栅栏，然后在竹林里疯狂祸害，甚至还抓着一根竹子摇摆起来。这极其狂野的架势，看来他是想趁着妈妈没出外场，把院子里的竹子全部薅光，留给两个妹妹一片黄土高坡。果然201住户还是因妒生恨，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熊熊烈火。然而正当公主玩得正开心时，江爷爷发现孙女干坏事后立刻到访。福猪猪抬起无辜的小脸，装起委屈，像是在说爷爷你怎么来了。不过江爷爷可不吃他这套，立马拆除栅栏让调皮孙女出来。福宝本想来个猪突猛进跟上对方，却不料竟然被绊倒摔了一跤，打也没成功，还摔了个屁股墩，甚至被全场的姨姨们看笑话。福公主一瞬间丢尽了颜面，越想越气的她直接上演发疯文学。只见福宝瞄准爷爷刚种的小树，气势汹汹的翻滚下来，一个意想不到拔掉了爷爷刚种的树，气呼呼的小模样仿佛在说
你什么身份跟我一个颜色？觉得不禁把福猪猪还气得原地跺脚，抓来可怜的小树一顿拳打脚踢。这画面竟怎么有些似曾相识？总感觉这个位置的小树好像一直是中了拔了中。福宝上次就是用这棵小树威胁爷爷，上次被拔的也是这棵。如果小树会说话，一定会瑟瑟发抖吐槽伴君如伴虎。不过福宝脾气大也不是1天2天了，昨天下班前又发了一场福巅峰。只见他把爷爷放在餐桌上的竹子全部用自己的飞毛腿踹飞，得逞后还呆愣在原地欣赏自己的杰作。本以为福宝好不容冷静一回，结果阴晴不定的混世小魔王再次出手，又对着竹筒玩具一顿撒气。然而对于调皮捣蛋的福宝，最大的受害者还得是江爷爷，只要大孙女霍霍完都是他来收拾残局。这天福宝一上班就迈着土匪的步伐，首要目标就是妈妈的小花园。只见猪猪一记翻滚就将其碾成油菜花板，随后又在院子里四处拆家，一个前空翻就直接带走一片小树。这不知道的还以为被推土机压过。谁还记得这里曾是生机盎然的小花园？只能说福猪猪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明明是位花季美少女，没想到福宝非但没继承爱女士1/10的优雅，还逐渐在捣蛋的路上一去不复返。只能说福猪猪绝对是熊猫圈第一毛孩子，希望双胞胎可别像姐姐这般废头子。直到看见萌兰暖心安慰刚来北洞的胖大海，才知道阳光少年萌儿有多懂事。这天萌兰发现隔壁来了个新邻居，她立马热情的上前打招呼，却发现对方害怕的缩成一团。原来萌儿的隔壁正是胖大海，小年纪的他就离开最爱的妈妈，独自来到陌生的地方。本就腼腆内向的小家伙变得更加孤独自卑，甚至还出现了刻板行为。阳光少年萌兰看到后便主动示好，还特意跑到铁窗前咩咩叫吸引对方。可无论萌儿怎么呼喊，内向的胖大海还是不敢上前，甚至还害怕的躲在石头后面。萌兰察觉到对方害怕自己，于是改趴在窗口静静观察着小表弟。看到表哥对自己没有恶意，胖大海又在犹豫要不要打招呼。看到一脸真诚的萌兰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径直走向窗户边。就这样2小只终于第一次正式见面。萌儿看到胖大海放下戒备，又像个知心大哥哥般安慰着他。从那以后，小窗口就是兄弟俩的秘密基地。萌兰几乎每天都要找表弟玩，分享给对方很多有趣的事情。他还经常带着礼物前来，哪怕是自己舍不得吃的竹子，他也会大方地分享给胖大海。或许是因为萌儿的暖心陪伴，曾经那个内向孤独的小表弟，也在他的治愈下逐渐敞开了心扉。不仅话痨和表哥整天互诉衷肠，还凭实力成为北洞出了名的显眼包。萌儿不仅对熊猫掏心掏肺的好，对粉丝们更是真心相待。前段时间萌兰手掌不幸受伤，从竹子上的血迹就能看出此时的她有多难受。不过她还是坚持带伤营业，依旧不凶不闹的吃竹子，即使疼得太过厉害，也只是默默的给自己的手掌呼气。即使萌儿回到内舍，也记挂着担心自己的2脚兽，还特意爬上窗口表演举高高，不让一众粉丝们担心自己。一般来说，大熊猫喜静，而萌兰却最喜欢热闹，经常趴在窗边和游客们贴，甚至还多角度全方位巡视，让到场的粉丝都感受到他的爱意。萌兰对粉丝们如此暖心，在奶爸奶妈面前的他更为懂事。萌儿经常坐在门口，任由奶爸奶妈对自己上下其手，无论是揪耳朵还是摸头杀都不会生气，甚至还能扭头和对方互动。萌兰真的是个小太阳，她温暖了每一个小熊和人，用这份善良和真诚治愈了全世界。内心充满爱意的萌儿，即使外场下着倾盆大雨，她也能开心的表演吃竹笋。这一刻，因为萌兰连下雨天都变得无比治愈。果然，温柔的她就是世间最美好的存在。直到看见花花撒娇抱紧谭爷爷的大腿，才发现谭棉花组合的感情有多好。这天，花宝鸡迈着慢悠悠的步伐，跟在爷爷屁股后面外出营业。只见小家伙刚停下脚步，谭爷爷就奖励给孙女一块果果。花花生怕对方投喂完就走，于是赶忙伸出熊掌抱紧对方的大腿。要知道，大熊猫的爪子锋利无比，一不小心很容易伤到饲养员，但是花宝鸡却很注意分寸，丝毫没有误伤到谭爷爷。可见他在最爱的人面前是温柔的乖宝宝。不过这份温顺却独属于谭爷爷。就在昨天，代班奶爸来叫姐弟俩加餐，小叶子一溜烟跑过去吃果果，唯独花花听到不熟悉的声音后呆在原地。奶爸只好来哄着宝宝花，却不料被小家伙狗叫攻击。反观在爷爷面前，花花永远是一副乖巧模样。其他小熊猫最讨厌的吃药环节，花宝鸡却能乖乖配合，甚至还主动张嘴。当谭爷爷喂食它时，花花还特意等对方把手抽走，才敢用力咀嚼苹果。众所周知，花宝鸡走路一直是慢慢悠悠，但是只要谭爷爷呼喊，它都立马以最快的速度奔赴而来，尽全力做到了事事有回应，简直是最听话的小跟班一枚。花花不仅乖巧懂事，而且满心满眼都是爷爷。每次吃饭时，虽然嘴里咀嚼着美味的窝窝头，但小眼神一直跟随着爷爷的身影。看到对方准备离开，花宝鸡立马扔下美味的果果，紧紧跟随。虽然花花在荷叶面前是个霸王花，动不动就对着弟弟骂骂咧咧，但面对最爱的爷爷，花宝鸡就是个撒娇怪，连1米不都到的木架小孩子都能跳下来，何况是有着爬树基因的熊猫。可有小心思的花花偏偏不下来，只是眼巴巴地望着爷爷，等待对方将自己一把抱下来。这一幕像极了爱撒娇的小孩子。
正因为他对爷爷的爱，让他成了世间最温柔的大熊猫。花花把爷爷当成独一无二的存在，谭爷爷又何尝没把他放心肩上？每次谭爷爷投喂花花时，他的眼神永远温柔地盯着宝贝孙女。每当花花不想出门营业时，谭爷爷也会用最温柔的方式哄，甚至还拿着盆盆奶诱惑。上班要哄，下班也要抱。虽然谭爷爷曾对奶爸说过，熊猫大了不能抱，但是宝贝孙女不想下班时，谭爷爷不顾腰酸背痛，也要转头将花花抱在怀里。原来谭棉花是双向奔赴的情感，相信爷孙俩的缘分也永不落幕。毕竟刘吉花还要在谭爷爷带领下读到在校任职。眼前这位浓颜系帅哥就是荆轲，也是熊猫圈大名鼎鼎的传奇熊力。荆轲不仅是妥妥的野二代血统凭证，还有着兜底重功的传说。女熊们到了适龄期都会找男熊配对，每当兄弟们被小美女嫌弃之时，基地都会请荆轲出山。来者不拒的他专治疑难杂症。当时美希和香菱约会时，因为对方是个毛头小子，啥也不知道，小美女只能当起陪练摔跤2小时，而荆轲却让美希体会到了熊生快乐，长达4分41秒，直接破了纪录。可以说绝对没有荆轲搞不定的女熊，简直是女熊见了叫老公，男熊看了叫师傅。因为荆轲的魅力太大，所以没有女熊会讨厌他，并且每次约会他都会配合的天衣无缝。一展雄风后，也令大美熊们念念不忘。据说有一年荆轲没参与反应，圈舍几百米外都不敢让女熊靠近，生怕对方闻到他的气味后茶饭不思。作为圈中能力最强的大主公，荆轲从2015年就开始体会熊生快乐，他的32个孩子也遍布国内外各地。俄罗斯的战熊如意就是他儿子，如今也和儿媳妇丁丁有了闺女小乌拉。荆轲年仅14岁就已经当上了爷爷，而13岁的大胡子还在唱着单身情歌，8岁的萌萌儿还是阳光开朗大男孩。相比之下，荆轲真的走上了熊生巅峰，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不过这位兜底种公却遭遇了熊生滑铁卢。就在荆轲参加繁育的第2年，虫洞的大公主友友来到基地相亲，一开始要和香哥喜结连理，却不料对方一点也学不会荆轲的温柔，经常把他按在地上薅成了松狮。于是友友果断拒绝有暴力倾向的香哥，毕竟哪个女生都不允许发型被破坏。基地眼见好好的一场相亲失败，于是只能请来荆轲出山。相比香格的粗鲁，这位大帅熊可是极其温柔，就算相亲过程中对方动手，他也是丝毫不会反抗，而是等对方消气后再拉着对方一起造小熊。据说友友是大小姐脾气，荆轲安抚他就将近花了1小时，好不容易配合后，荆轲却坚持不住。或许是因为时间太久，导致大众工的工具都憋坏了。工作人员发现荆轲受工伤后，还没结束就被吓得他们请来医生，专业人士还专门分析了病情，表示因为友友不会抬稳，才导致这次约会以失败告终。从此以后，友友直接被基地拉入相亲黑名单。而荆轲的熊生履历也多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只能说女熊不给力，就算是老司机也没办法。